这样都是蛟龙所属。陈灵均走江化蛟，差点成真龙。陈暖树却连水都不能走，你猜资质更高的那个是谁？很多人第一反应是陈明君，毕竟他走江化蛟都快摸到真龙的门槛了。但真相恰恰相反，那个连水都不能走的陈暖树才是上限更高的那个。这事儿听着离谱，但看懂了出身你就明白了。先说陈灵均，江湖名青衣小童，本体是黄庭国玉江里的一条大水蛇，正儿八经的水翼蛟龙之属，出身水系，天赋够高，还跟玉江水神是结拜兄弟，算得上玉江地界的头面人物。很多人以为他是性格外向，其实不是，他是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江湖里长大的。义气不是他挑的活法，是他的生存方式。在那个地盘上，你不跟人称兄道弟，你就没命活。所以他到了落魄山，毛病不仅没改，还发扬光大了。我可警告你，秀秀姑娘是我家老爷的老相好，你一个茶铁，要是敢动歪心思，我就一拳打得你半死。敢拍陆晨道祖的肩膀，敢跟斩龙人陈兴流称兄道弟。偶教那次最离谱，明明是蛟龙一族修行的命门，他半路看见流民受灾，转头就不予救人。他自己的话是走江不成，老爷至多骂我几句，可如果见死不救，以后就算走江成功，一样没脸回家。但这哥们儿心里真的不在意吗？猪脸看得最透，说陈灵均在外边大概就又喜欢打肿脸充胖子了。所谓的豪气有一半是虚张声势，他像极了我们身边那种酒桌上最大声的人，回到家其实比谁都清醒。他知道自己跟真正的大修士差着境界，所以用更大的义气来补。再看陈暖树就是完全另一个故事。还是把你书箱里的东西分些给我们。老爷，我可是活了几百年的活蟒，一座山都背得了。本名陈如初，道号暖树，本体是黄庭国芝兰楼藏书楼里的一条文运活蟒。注意这个出身，它不是野生精怪，是书香文气运出来的，几百年泡在墨香里，慢慢开了灵智，所以它根本不具备攻击性。化成人形是个粉裙女童，性子温顺到连城隍爷都不敢见。但她不是弱，她是根本不需要靠强来证明自己。她是落魄山的小管家，仗着所有钥匙和账簿，每天打扫祖师堂，擦拭老爷书桌，照顾赔钱和小米粒。山上大小事务从没出过一次错。陈平安甚至专程跑去九嶷山买3000年道林的文运菖蒲，只为了他的大道，因为他走不了水路，他是火属文运出身，常规的走江化蛟对他根本没意义。他走的是一条独立的路，文运加火道，儒家化的修行。在他眼里，陈灵均那套江湖义气略显幼稚任性，不是他看不起他，而是他读过万卷书，知道这个世界最终靠的不是豪气，是秩序感，是把每一件小事做对的定力。他像一盏老旧书房里的灯，不夺目，但没有他，整间屋子都静不下来。最妙的是，这两个人在同一座山上。陈灵均每次喝完酒回来，看见陈暖树在擦桌子，心里知道自己活得糙。陈暖树看着陈灵均跟人称兄道弟，心里也知道自己这辈子学不来那种洒脱。两个人都看见了对方身上自己没有的东西，但谁都没想变成对方，这才是落魄山真正厉害的地方。本平安作为山主，从来不去调整他们，他不要求陈灵均多读点书，也不要求陈暖树大胆一点，他允许每个人用自己的方式活着，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个宁可走得慢也要走自己路的人。在我看来，作者真正想写的东西根本不是蛟龙之属的修行路线，而是3个字：别比了。陈灵均走江那天宁可不化蛟也要救人，陈暖树一辈子擦师门牌位，不求大境界。这两条路不是谁更高明的问题，是两种活法。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同样是蛟龙之属，陈暖树和陈灵均的差距到底差在哪？其实不在资质，不在出身，也不在谁走得快，差的是他们从出生那一刻起，心里要回了家就不是同一个。陈灵均的家是一群人围着酒桌的喧闹，陈暖树的家是一间干净屋子里的一盏灯。我们这代人最容易犯的错，就是总拿别人的尺子量自己，看朋友升职就焦虑，看同学躺平又不甘，活得像打开了无数个对比的窗口，忘了自己本来要去哪。可你回头想想，你是陈灵均，就别学陈暖树的稳；你是陈暖树，也别羡慕陈灵均的野。走得成永远比走得远更重要。蛟龙之属从来不是一条路，是很多条路，你的那条早就在你心里了。